欢迎来到今天的风声好文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带领你去幸福的方向走去？还蛮长的哈。总之就是有个人会带领你去幸福的位置。好，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好，那等一下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那就这2张哈，选好了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好，那我们先从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我们直接先从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来看一下，来摸索一下你们这2股能量现在的状况如何哈。来，就这张。好，5号。好，再来哈。我看一下。还可以，这里来。好，这一张哈。好的，让我看一下哈，我仔细看一下这个5哈，10，有5的数字还蛮多的哈，8距离上还有一些哈。好，目前以你们2个现在的状况，距离空间上来说，我得到的一直有一个重复的讯息是，他正在缓缓的往你这边走来，没有那么快哦，因为他一直有一个迷失的状态，就是他应该有一条路哈，应该是有一条路是直奔你这里走来的，这里看起来是有这样，可是这个直奔的这条路2个端点哈 ，A 到 B， 按你在 B 的端点，那这条路的路径其实蛮远的，本身光是要直的走过来就已经需要花一点时间了。可是这里看得出来，他一直有一点迷失，有一些迷惘，有一些走进去了受诱惑的岔路哈，有很多的杂讯，让他常常偏离。所以本来可以直奔往你这边来的路径变得比较扭曲，比较弯曲，走得比较远了啦。那还好，这个本质的定义上，无论它怎么绕来绕去，它最终就是 A 到 B 这个端点是不会变的。那在这一条走过来的路径上，他应该会遇到蛮多心情上的挫折，这边有很明显的心情上的挫折。那他会停下脚步，他会休息，他会。只能说了，他遇到你之前，应该会也有一段时间经历蛮多挑战，挫折也有。好，那他会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他会体验到生活里的现实感、真实感。那他到最后遇到你的时候，我想这边所蓄积的水能量，应该告诉他一个答案是，他终于知道他想要的幸福是什么，他知道他想要的爱情的模样是什么。但是他必须要走这一段路，可这段路真的以今天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有点远。那所以以我们现在选的1号的边，我们现在只能等待，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他会带领你往幸福的方向，所以他这一段走的过程，就是在帮你跟他寻找那一个未来的方向真正的样子。他会在这条路上，他会懂，他会明白。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因为在你们2个的关系定义上，他还没有完整。有非常多的阻碍，非常多的犹豫。可是其实这条路是好走的，他需要遇到的很多的是他自己内在的很多的挑战啦。
好，八的数字有出现，可是八的数字都出现在一种裹足不前。为何？因为他有太多的犹豫，心情上太多了，他还没有准备好去处理自己内心的向往啊，然后再撮合，再融入一些挫折感的一些整理，他需要一个时间。最白话就是他需要这段时间成长成跟你在一起的样子，所以他不会立刻出现。他不会立刻出现，这边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然后，但是这里的背后有非常好的讯息，都是在说，当他能够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可以带给你的生活的安定感、舒适感，还有很高的生活品质哦。好，他现在还在这条路上，可他最后能给你就是这个东西，是很确定的。有好几份储能量同时确定了这一件事情。以生活的角度来说，它会让你非常满意的。但是以爱情的角度、内心的角度来说，直奔的角度、浪漫的角度，都是有些稍显不足，而且是有点犹豫的。他最后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比较能100%肯定的是，你们在一起的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模式。那可是浪漫值偏少，他对于，我觉得他会以为。他想跟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生活，就是他的爱情。其实那是有差异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很快就会理解，这可能需要你去帮忙跟开窍他。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能带来的是一个安定的生活、舒适的生活而已。但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里面的爱情的浪漫？怎样经营到非常刻骨铭心的爱情的东西？他初期其实是学不会的。我该说他有点木讷，他有点闷，他有点呆。可是他对于爱情的专注度跟如何去提高两个人在一起的品质这件事情，他就变得他还蛮擅长的。这个人他能带你去非常舒适的生活，跟他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安定感跟信任感，但是他不是很容易猜得到你心里想什么哦。他比较没有那一个直觉力。他这里比较没有那一个情感情绪上的直觉力，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最好事情要讲得非常明白。他也不会想去猜，因为他怕猜错。他喜欢在已经看得到的佐证里面去确定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跟他在一起没办法玩那种心情上猜来猜去的游戏。他看到什么，感受什么，他就会觉得那就是全部。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要比较多的去敞开心房，去表达自己，分享自己，让他更了解你。好，不过反过来啦，他会喜欢你，绝对不会因为你身上有一个很不稳定的能量，然后喜欢上没有。他的概念上，他就是只能喜欢比较平静、比较稳的人。因为他好像蛮知道自己负荷不来情绪多变化的人，他也喜欢平静安静。所以，如果选择1号牌的人，你本身对于情绪稳定、生活有一种规律、生活感比较重，不需要那种天马行空的爱情的人，那这个人就会非常适合你，因为他带来了这样子的本质会出现在你面前。好，2倍的金币能量。还再加一些其他的，我觉得这个人能带来的那一种生活的依赖感而且他还蛮会去装点生活的，提高生活品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以家具的角度，他不会只求功能性，他会除了功能性之外，还会美观，还会有家里的各种东西都必须要有所搭配，要适合。所以他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种洁癖，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他只是喜欢生活里有某种规律。好，这是他的特色啦，我觉得这也是他的魅力啦。他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发生一些混乱的事情、混沌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处理能力又会比其他人更好，因为这是他擅长的东西。
也因为这样子哈，我觉得你们第一次的对话或什么，你甚至有点感觉不出来他是喜欢你的，因为他这个方面的表达能力，我觉得以目前看起来，他的优点不在这里。所以，但是他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有非常努力的去表达他对于你的感觉了哈。这一点我们来翻2张牌来确定一下好了，来确定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哈。好。看一下，你们应该会在，这边有偷偷说，你们好像会在一个跟宗教或是身心灵成长有关的环境里面遇见呢，或是在諮商，但是这边有说你们会在一种非常放松、轻松的状态下认识彼此，而且是交际的场合啦。哦，这2种都有可能，或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先把交际的场合这件事情排除掉。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你们去做一些跟精神、身心灵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遇到的，宗教的也有可能哈。那你们会在一些我觉得你们不会在简单的对话。我觉得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就已经因为看对眼了，然后才开始展开新的对话。哦，这个部分有。哦，这边有一些有，其实也有一些交际，所以他可能是活动之后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的时间里面，然后会认识的。水能量开始多了哦。这里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你们第一次认识彼此的时候，彼此的喜欢的感觉就已经开始累积了，所以第一次就会有蛮好的印象，建立起蛮好的印象。看对眼这方面都是有的。好，可是他确实是应该是在工作以外，他这里跟宗教、他身心灵还蛮重要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场合，它跟神秘主义有关。你们要去见面的那个场合里面所做的事情，都跟神秘主义有关、宗教有关。但是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去上课或什么，因为我这边得到的一个讯息是，它有可能是你们去旅游景点，它可能是寺庙，它可能是神社，它可能是古典的教堂，也有这个角度哦。好，反正你们的相遇很难离开跟宗教或身心灵、灵魂、神秘主义有关的一个连接。那在那个场合里，应该有机会因为朋友的介绍而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个能量有，但是也不一定是全部。它有一种，你们本来在那一个环境里接近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好的互动，它就会出现。你们在非常靠近的时候，感觉到彼此存在的时候，那个吸引力，那个把持不住，想要去认识这个人的起心动念就会蛮强的。不只是他，你这边也会有。好，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他不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他的表达可能会跟他心里所想的东西有一点点的差距，有一点点的落差，因为他的土能量很强。他的优点落实在他的做事情，就像整理家里、把家里弄好或什么的，给你一个舒适的空间环境这样子。他不是一个很擅长从嘴巴里说出他心里具体想法的人，所以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出来的东西都应该已经超越了他表面上的那几句，内在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会更多。好，那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特别的连结哈。来，好，然后看一下这里。
这里整理一下好了，不要让他们跑太远。好，再来。好，我看一下哈。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对于你的外在各种第一印象都是非常好的，他就已经非常喜欢了，然后他对你已经有一个在一起的幻想了。哦，他知道你们在一起生活应该是蛮好，他有一个非常强的直觉，可是他们不会有任何很明确的表达，他不会哦，他无法表达，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点点他的喜欢的话，他内在的澎湃度可能你可以乘上10倍、100倍。然后，你们只要，我觉得这边讲的是你们第一次见到面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后面就会发展的非常顺活，能量就会起来，你们会有很强的联系，他会有很多超乎他自己想象的主动跟热情，这是他平常跟其他人的时候没有，但是他遇到你的时候会有。那他虽然不会从嘴巴跟语言上表达的非常清楚，他想跟你在一起，可是你会很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人一直在缓缓的向你这里靠近。他虽然会支支吾吾的不太能够表达自己心里的感觉，可是你会知道他一直有一种欲言又止，想要表达什么对你的喜欢，一直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他会一直处在这个状况。所以你当下跟他一见的时候，你要自己发掘哦，你要自己发掘。等到你感受到了、发觉了，从跟他的对话里面把这些东西点醒了，他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他会，应该是说他得到了你这边很好的回应，就是我也喜欢你，我对你好感之后，他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翻转，是他会有勇气的去表达更清楚跟更多。而且这里有非常高的一个机会，是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试着交往的邀请，很有可能就跑出来，因为他的能量，他很难得遇到这么他想要挑战，他想要冒个险的一个能量，会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出现。他不会在后面，我觉得他这边没有那么多的后面才去跟你告白，后面才去跟你想要跟你试着交往的这个人没有。我觉得他就在这里会有一个新的断点。然后我这边看到你应该会感受到这个人的好、热情，跟你会很强烈的感受到有一个人在初次见面就有一种非常喜欢你的感觉，是有一种稳定，想要跟你试着走看看的感觉。你会感觉到某种很强烈的舒适，加上其实这个人应该你第一眼看到就会喜欢不讨厌。毕竟恶魔牌在一个非常隐晦的角度已经定义了跟看到了这一件事情，所以你不必，我觉得这一组你不必担心一个你不会喜欢的人，基本条件外在什么的，然后来追求你或者来搞你搞，不会。他这边的喜欢是双向的，你自己也会觉得这个陌生人给你的感觉还蛮好的。然后，如果他提出试着交往，你反而会觉得，你可能会礼貌性的觉得说，不要那么快，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你会这样讲，可是你心里已经超越这个，你心里会觉得说，的确可以跟这个人试着交往一点点，就一点累积出来，觉得想跟这个人交往，会有这个感觉在底下跑，会在这底下窜呐。就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这个人一开始就会带来一种很强烈的稳定感、心安的感觉。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了，你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很扎实、很实在，有什么说什么，然后他的造句可能也很单纯，而且他还有一双一直专注着看着你的眼睛，这边有，所以他的木讷、他的诚恳跟诚恳会融合在一起，成为他的表现。但是他的水能量非常低，所以他不会表达出那么漂亮跟很浪漫感，或是很灵活的一个话语。所以这里就变成是有一个
危险的位置，就是你不一定会立刻感觉到这件事情哦。而且还会有一点点的小压力，因为那个压力是来自于一个连话都没有办法说的这么清楚，连表达喜欢你都没办法说的那么清楚的时刻，你会有一点点觉得，到底想要怎样？你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可是我没有很担心这一块，我反而比较喜欢他一直很努力的去想要把他内心的那一份真诚表达出来的这件事情，你会感觉到。我觉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非常丰沛的，他那边就有非常丰沛的情感流动了啦。而且是他这种低水能量的人去用自己身上仅存的水能量去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我不会觉得你会没接收到，我也没有觉得你会完全错过或拒绝，那都只是一点点。当然，最简单就是先试着做朋友，这个应该是会做到。但是我总觉得他会突破这一个防线跟这个心龙，他会让你感觉到可以直接从试着交往开始看看。这就是这个人的魔力，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安定跟安稳的感觉，成为这个魔力这样。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试着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品质非常好。他真的只是一个不太会去具体表达情感的人，可是他其他东西都顾得非常精致、细致，很有品味，很在乎。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就大概就这些讯息哈，让你大概抓一下，你将会遇到一个这样子的，应该是会遇到这样子的非常。我一直都没有说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我会比较偏向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而且是非常在乎生活品味的人。他喜欢他的努力能换来生活品质，而且是一步一步提升。他不会一次跳到非常贵，会非常什么，他会一步一步去享受每一次的替换，家具的替换。他是一个喜欢汰旧换新很快的人。物质上的，不是情感上的，因为他很向往经营一个家，然后请人来加入的那个感觉，他其实内在是非常向往的，所以他会把那一个要送给别人那一个生活感、生活品质先准备好，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融入这样子的好品质，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有很大的幸福点是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很向往爱情里，我通常都会说，基本上分2类，就是你选爱情还是选生活。很多人在体会过非常深刻的爱情之后，最后明白说自己其实很想选生活。那如果你体会到这一件，那这个人就是很会创作生活的人。好，那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希望我们一起等到这个人，那祝福你哦，谢谢你们来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我们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谁会带领你往幸福的位置走去，方向走去？来，我们一样从核心来直接做延展、分展出去，看这个状况如何哈。来，第1张，好，再来从其他的位置哈，看一下，这里我给2张好了哈。好，再来。这里抽这个，好，再来，这里好像还要可以再拿2张，反了。好，我们先从这边来看一下哈。目前看一下2个人的能量的连接，因为宝剑皇后出现2次哈，
我觉得你们应该有你们的相认，应该会有一位女性朋友会做串联，很特别，很特别。因为这边有一个女性的能量，哦，蛮强烈的哈、那连路径上来说，这里这样子走去，我认为等等哈、这里这样去，这个人哈、很有可能有很高的几率是被这个女性朋友介绍来去工作的。然后我因为这边没有很确定是，我看一下，到底是要工作是我觉得他会在人际关系里面被人带来，然后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可是这边还有一点点是他要来这里展现他的能力，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在工作上可能会是介绍来或什么，而且他也有可能是你在工作上的女性的主管或者女性的同事的认识的人来的，他不一定是引荐来的，他不一定是推荐来的，而是他跟你之间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女性角色，成为你们的桥，哦，成为你们的连结，成为你的关联，这样子，这个能量非常强。然后这一个中间的角色，他有看穿你们两个之间有特别的感觉，这个是后面的。可是，一开始我就从他的直觉上就有发现，不知道他的直觉好像有发现你们可以成为朋友、成为同事，可以有所连接、有所交谈。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很强的直觉，在他的眼里，你们两个是可以有全新的关系。但是我必须说，他这里的全新的关系，他并没有特别觉得一定是爱情啦。哦，一定是爱情。虽然这么多牌，可是他也讲到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空间跟方向，这样子。而且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其实会非常快速的发现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些特别的情感在滋养，而且你们两个就算要隐藏你们两个对彼此的第一次见面的好感，都会被他看穿。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你们两个的发展应该会很快啦。然后他会超越蛮多的关系的，就即便是工作上的。同事关系或是朋友里面一个新朋友关系，你们两个会自己发展一个很快的关系，然后藏不住，在他的眼里是藏不住的。哦，这里就是一直有这个还有一件事是，你们有类似一见钟情的感觉哦。你们一开始遇到彼此的时候，对于彼此的外在最表面的讯息具有非常好的好感。好，来，我来从这个点来去多翻一下讯息。哈，看其实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好，应该说时间点到了啦，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点到了啦。好，只是这一个特别的角色哈，反而加快了你们两个认识的速度。其实你们不需要这一个女性朋友的搭桥，你们终究还是会遇到，因为他这边有说，你们两个会在某一种个人的能量的完整跟提升，内在有成熟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也会在别的地方认识。只是这一个别的地方哈，在我这里看到的路径上是有绕路了，有绕路了，有到别的地方，有绕一圈了这样。而这个特别的角色，他不是故意的，他也是有一点阴错阳差的。当你们两个都在一起，然后他发现了这一件事情。哦，我是还蛮喜欢这个流程的啦，因为我有一直感受到这一个第三个角色，他有一点点发现，他说太多了，他做太多了，他看到的太多了，他不小心把你们的关系说破了。应该让你们好好的在底下好好的酝酿这份感情，然后往下慢慢走。他会比较希望是这样子走，可是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好，而且他还有可能发现你们两个的进展有点太慢了，他会去创造一些情况，让你们两个常常同时出现，不由自主的培养着蛮好的关系，蛮好的感情。这样，好，来看一下这样。
这组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翻很多很多牌，很多内容哈，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好，我看一下。坦白说，你们的遇见跟你们的相处，周遭有蛮多人发现的，你们的幸福还蛮多人认同的。那这组牌很奇怪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要看到谁他怎么样，可是旁边发现了很多其他的路径，都在讲说，旁边的人对于你们的关系的出现，都有一种鼓掌跟祝福的态度。那我们不要讲那么远，把它拉回来，就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上好了。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种，我这边说有点类似一见钟情嘛，而且心里会有一种，这个人很贴近我所期待的那一个人，然后你们很快就有蛮多计划的，你们的爱情关系会进展的非常快，好，而且该怎么说？我觉得你们的一开始相处有跳过很多认识彼此、了解彼此的过程，他立刻就会有很多的两个人想要约去什么这样。你们好像把了解彼此跟认识彼此放在所有的约会之后，慢慢去了解，甚至内在还觉得没那么重要，反正会了解就会了解。你们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去玩的感觉。它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默契，在你们两个一见面的时候就产生起来的。主要是因为你们彼此有很强的吸引力啦。那这一份吸引力，除了刚刚我说的有外在的，还有一种是，好像这个人的出现，让你突然奔放起来。其实你们两个是彼此的哈。我说让你也是在讲让他，你们两个就突然有一种默契，是想要突然有一种孩子气，小时候的那种奔放，想要出去玩，一下课就要出去玩那一种，一放假就要出去玩，放暑假我就要玩2个月的那一种奔放的感觉，突然在你们两个遇见之后，就突然就爆发了，就起来了。而且他这里一直没有说你们会，他这个默契确实是跳跃了。先从朋友好好的理解彼此这个感觉，没有你们这个有一种很特别的火花，在遇见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这一个人看到了他会说破，他会发现？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发现这件事？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点想要偷偷的约，偷偷的去哪里，什么都不要告诉别人，有点想要进入自己的两人世界。偏偏这个人都发现，他也看到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他会一点觉得说他好像说太多了，好像看到太多了，揭发太多了，看到太多了。还有一件事情，这个人是你们两个非常认识、信任的人。所以，很特别啦，这一组能量哈，因为这一个贵人的出现，把你们两个拉近的速度拉快了啦。他在他的角度，他会以为，他会认为，如果没有他，你们两个不会认识。其实不是，他其实没有意识到你们两个就本来就会认识，终究要认识，因为两个就本来就会走得很近。只是他打开了那一扇窗，让你们看到速度很快。在这里也有看得出来说，因为命运之轮的关系哈，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路线、爱情故事的走的那一条路，也差不多要走到要相遇了啦。那你知道他这个逻辑就是，你们两个本来就要相遇，所以会走进了蛮接近的位置，只是然后刚好你们两个共同认识的这一位女性朋友，就在你们两个能量的重叠点出现了，然后成为一个很明确的桥梁，把你们两个搭起来。其实你们终究要遇到，但就是比较慢，会慢一点，比有这一个人的推力再慢一些时候。哦，这是很特别啦，这一组的。哦，来，我再来看一下比其他的哈，来我翻一下。看一下这边这边有2个讯息，突然很需要翻，我把它翻出来好了。这里有2个，然后这里好像也有哈，这里好像有1-2个很，
一下，因为这里还是有一些，核心在这里，核心在这里哈，所以这里应该还有2道线，我来看一下它这个连接哈。好，我先看一下哈，一些比较隐晦的讯息说，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讯息，他说，当你们2个遇见的时候，2个都会开始不太想上班，你们只想出去玩，想要放假什么的，还期待各种假期2个人都要去哪里，还会有设定一些比较远的旅行，想要离开现在的生活圈，离开朋友，2个人躲去哪里，这样你们的出去旅行还会甚至不想 po 文，不想 po 照片，就是一种神秘的旅行，但是都被这个人，他会知道，他会发现你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愫在内在跑出来了哈。那节奏非常快。权杖8已经出现了1、2次了，只能说你们2个的感情真的是一触即发，节奏非常快。该说是一见钟情嘛？可是我又不想用一见钟情来定义，我觉得你们蛮像是一种最佳拍档的遇见，然后就想要去，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我终于等到我最棒的团员了，最棒的队伍了，最棒的 partner 了，我要跟他一起出去玩，我要去挑战很多事情。这样，你们有很多的共识，有很多的。可是我这边很特别的是，我对这一件事情非常觉得有趣，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2个有非常多的共通点。可是，在这个遇见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默契，在相遇之后就爆发起来。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啦。好像你们原本就应该要遇到，可是拖了很久。你们原本就是应该要让你们的人生丰沛起来的一个最佳玩伴、最佳同伴、最适合在一起的人，结果等了这么久才出来，所以好像蓄积了很久的能量，在你们2个遇到的时候就爆发出来。好，这一组会让你在你的朋友口中就变成说，他谈恋爱的时候人就不见了，差不多是这个状况。也许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在这一次，很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哈。那很可惜，我在这边又看到一件事情是，你们2个躲不起来，你们2个一消失，一跑去哪里，就会立刻被朋友发现。那还不如就直接公开之类的。那而且你们2个的关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啦，就是你们2个非常容易达成共识，要去哪里玩立刻就说好，要去吃什么立刻就说好。你们的烦恼只有很多的选择，不知道要先选择什么，而不是很多的选择，不知道要选谁的。你们很容易达成共识，接下来去这边，去这边，去这边，就去这边。所以你们一天的行程里面可以去非常多的地方，你们的节奏也非常快。记得我刚刚说，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就会进入一种比较像小时候想要一放假就立刻出去玩的一种气氛里、概念里哦。这就是你们2个的现状。还好火能量很多，所以续航力还蛮长的。它不是只是一触即发或昙花一现的烟花型的感情，只是要小心土能量没有很多。土能量都在别人身上，都在你旁边的人身上，都留在一种受别人祝福的地方，你们自己没有。所以这个会有一个缺点是，你们会错过蛮多比较简单的生活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大部分都是出去玩、出去旅游这样。但是我没有那么担心，是因为当你们的相处跟约会一直进阶到出去旅游、出国旅游，要去外面住宿什么的，你们就会在旅游之中认识到彼此生活的方式，然后你们会找到其中的默契。但是这一个土能量、这一个生活能量、这个安定能量，都要在后面要有非常高频繁的一起出去之后，才会慢慢累积出来。在初期比较难累积，或是意识到这个人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能一起出去玩跟能生活在一起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边时间拖到后面，时间相处觉得好像就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能量出来啦，只是我觉得没有平常我看到的爱情里面的生活感那么扎实就对了，所以要小心，要注意一下齁。那水能量很足够，火能量很足够，水能量出现在某些会有争吵的地方，但是
并不是真的争吵。我的意思是说，会有一些意见比较不一样的位置的时候，水能量有比较多，所以其实你们的相处起来会有看起来像是吵架的斗嘴，其实那是一种调情、调剂两人关系的。在别人眼里好像你们在吵架，可是其实没有，其实这是你们两个感情好的一种表现。那还有在更深层的地方有一些其他的生命力的火能量正在发芽中，所以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会有一阶一阶的进步，一阶一阶的升阶。你们彼此不会那么容易腻。这一个关系前面感觉上好像很快就用完了，好像有点热情如好像黏腻的在一起，很快就腻了。可是其实你们有内心有培养另外一个火能量，它会在你们开始觉得不知道去哪里，有点变得比较平淡的时候，它这个火能量也差不多出来了，然后你们会创造一些新的旅程、新的想法、新的相处方式，甚至新的要去旅行、新的要去探险的地方，然后你会找到新的默契。这样，那如果要我觉得这一组的一些小挑缺点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节奏太快，你们少了更多的时间去品味彼此的更深层的东西。这组有一个缺点是它都在很浮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回头看为什么这一个一开始能够看穿你们、看到你们关系的这个人，为什么一开始就被提点出来，一开始被抓到出来？因为当你们两个有想法上的问题或什么的话，他会比你们两个人都更了解你们两个的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像是一个非常清明、思绪非常清晰的旁观者来看待你们两个。他同时认识你们两个，所以他同时能够意识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跟火花会是什么样子的长相。那只能说，如果你们未来有问题，或是就去找他，他很明白你们少了什么东西，情感上少了东西，但是你们这个也可以自己解决啦。选择2号牌的朋友，当你有遇到这一个，你们相处起来节奏感非常快的人，可是又感觉上好像很有默契，去哪里都可以玩在一起，节奏感很快。是你们会一直缺乏一件事情，就是谈心事、聊心事。你们会用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热情、其他的快乐去掩盖，可是一直会忘了要去谈内心的心事。我讲的不是生活中的心事、工作上的埋怨的，我讲的是你们人生里面的黑暗面，要拿出来聊看看。以前的黑暗面，小时候的黑暗面，害怕的东西，或是家庭生活里面一直过不去的心理的那一块东西，你们需要聊。它这一个东西会在你们这个关系里面被忽略，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强韧的连结，不能少了这一条线，不然会有点不平衡。他这里前面的这一个相处的非常融洽的、有挑战性、有冒险性的这一个东西，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的基底。好，它很像攀岩。你虽然徒手攀岩，你能够攀得很好，你个人能攀得很好，可是你们两个是双人攀岩的话，你们中间那一条绳索就要非常稳固。这一个就是你们两个内心的秘密跟内心的黑暗面的连接，这一个不能断。你们虽然可以伸手拉着彼此，可是还是要有这一条救命绳在。那这就是你们内心真正心底的情感的直觉上的精神面的连接。这一个东西比较薄弱，这里一直没有看到那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很空，那一种内在直觉的连接，我这边觉得它在这一个浮面的讯息下面的底下被忽略了。所以我必须说，这个是这个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哈。那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边有特别想要，这边有一个讯息叫我提醒一下，有很多关系上面的表面的快乐，只要少了底下那一个有关于童年过往家庭的一种黑暗面、阴暗面、阴影，没有拿出来讨论分享，你们真正的彼此的信任没有得到真正的交换哦。记得这边要讲的是这个哈。这个在很多关系上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在，其实你看很多牌，我常常都会说，你们第一天就会聊到这个，有很多人都会。可是这一组不知道为什么会拖到很后面，甚至不会聊，或是只会点到为止。所以这组要小心，不是说你们不合，或是你们很快就腻，你们的问题不在这里，这里的问题是，
过度用正面能量去掩盖已经存在的负面情绪跟阴暗面，把它藏起来不代表不存在，要拉得久就必须这个东西要拿出来。哦，我只能说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提醒。好，那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大部分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组合啦，可以好好享受。我也没有觉得刚刚提醒的那个东西是会遭到破坏这个关系。我觉得他到某一个时间点，到某一个事件点，或是接触到很类似的感受的时候，他终究要拿出来讲。只是要提醒的是，拿出来讲了多少，分享了多少，这个很重要。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了。我没有讲很多，讲的比较淡，我只是觉得说，应该会遇到一个非常欢乐的人，他会带你去享受。应该不是说他带你，应该是说你们两个互相成为一组，成为一个队伍，会去享受一下生活跟人生的一种急速的快乐，节奏很快的快乐，有点吃喝玩乐的快乐，好像之前好像都没有这样子认真的玩过的一个状态。这一次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会对于自己的人生终于想要认真的玩一把了，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啦。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注意一下一些点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